24号晚间，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了950亿美元的一系列对外援助法案，其中就包含备受瞩目的要求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内容。TikTok 第一时间表示将诉诸法律应对。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表示 ，TikTok 哪儿也不去。这款有着1.7亿美国用户的应用程序，如今被迫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其在美运营的前景究竟如何？美国舆论对于 TikTok 禁令呈现一边倒的反对趋势，又反映出什么问题？来看看报道。拜登最终签署的 TikTok 法案要求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在未来9个月到1年内剥离 TikTok， 否则这款应用程序将被禁止在美国上架。TikTok 第一时间发布声明回应称，禁令违反美国宪法，公司将在法庭上对此提出挑战，并称有信心取得胜利。深圳卫视注意到 ，TikTok 的声明包含3个要点：一是反对美国会和白宫打着所谓维护国家安全的幌子，污蔑中国企业及其应用程序；二是强调禁令将摧毁700万家企业，对美国自身造成反噬；三是安抚1.7亿美国用户，表示 TikTok 不会放弃在美运营，仍是大家分享经验和找到快乐及灵感的空间。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还另外发布视频，对亿万美国用户表示 ，TikTok 哪也不去。This is a ban on TikTok and a ban on you and your voice. We aren't going anywhere. We are confident, and we will keep fighting for your rights in the courts. 由于一直以来技术领先，美联社表示，美国国会在过去几十年里都对科技监管持相对宽松态度。此次通过涉 TikTok 法案的速度非同寻常，外界认为是堕入了科技民粹主义。实际上，这并非 TikTok 在美运营首次遇到危机。早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就对这款备受民众欢迎的应用程序忌惮不已。2020年，特朗普试图通过签署总统行政令在美禁用 TikTok。TikTok 当时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最终特朗普的禁令被联邦法官宣布无效。去年11月，蒙大拿州决定对 TikTok 实施美国境内首个全州禁用令，也被联邦法官否决。但多名法律专家表示 ，TikTok 如今遭遇的局面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凶险的一次，因为特朗普当时签署的是行政令，官司比较好打；这次则是国会立法，两者的法律基础与权利有很大区别。纽约时报认为，针对此次禁令 ，TikTok 最有可能用于抗辩的依据就是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法案条款涉嫌侵犯用户的言论自由权。当前，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已被定为对这项 TikTok 法案相关诉讼的受理法院。如果理由充分 ，TikTok 可以要求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初步禁止执行该法律。所以 TikTok 肯定是要就是在最快的时间内会去提出上诉。如果说法院没有做定论之前，暂时的话，就是运营商还是可以继续提供服务的嘛。深圳卫视注意到，新法案与此前众议院版本相比，增加了总统授权的条款，将剥离的时间限制进一步延长90天，最多可达约1年。分析指出，这意味着 TikTok 的剥离时限被挪到了美国大选周期之外，以避免 TikTok 用户对大选投票造成压力。特朗普对 TikTok 法案的态度180度大转弯，就是个明显例子。他曾是第一位向 TikTok 下黑手的美国总统，但就在今年3月，众议院刚提出 TikTok 禁令时，特朗普突然发文称反对封禁 TikTok， 称这将造福竞品公司脸书。然而，特朗普一向与脸书母公司 Meta 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不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如果特朗普在11月的选举中获得胜利，也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收回对 TikTok 的禁令，但前景仍未可知。美国会和白宫针对 TikTok 强推不卖就禁的强盗逻辑，也让美国舆论掀起反对声浪。有美国媒体质疑，明明 TikTok 已经按照美国法律做了一系列人员隔离与数据迁移的工作，让美国的数据留在美国境内，但美国的政客们仍不断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污蔑其泄露数据。路透社指出，4年前 TikTok 就将内容部门的岗位转移至海外。2022年，美国用户数据已经被迁移到甲骨文公司的服务器上。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电子前沿基金会直指，如果美国真的关心数据隐私，就应当推动适用于所有社交媒体公司的立法，而不仅仅只是针对 TikTok。At a minimum, Congress shouldn't be in the business of banning speech platforms. Instead, they should be working to enact comprehensive privacy legislation that protects our private data no matter where we choose to engage online. TikTok 面临被禁风险，冲在抗疫一线的自然是其广大美国用户。数据显示，1.7亿使用者中，不少是中小企业从业者、艺术家。TikTok 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用于消遣的短视频平台，更是与客户进行沟通的宝贵渠道。有 TikTok 商家直言，自己超过85%的销售额都来自 TikTok。如果 TikTok 被禁用，他很难找到其他替代平台。Really, a lot of the people, especially the content creators, say they get from TikTok what they can't get from the other companies, and they really want to stay.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则质疑，拜登一面让竞选团队在 TikTok 上注册账号，为其大拉选票，另一面又坚定签署 TikTok 剥离法案的做法。I think it's wishful thinking, as well as hypocrisy for politicians to use this app to pass this legislation and then to assume that the company will just be sold off. You know, we live in an increasingly multipolar world, and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U.S. can simply regulate any company that it wants simply because it isn't owned over here and that concerns them, I think that's not a sustainable model. I worry that this is going to backfire and that instead of showing the power that the U.S. has to regulate a company like TikTok. 彭博社认为，美国号称是全球最开放的市场，近来却不断采取限制性的措施，影响海外企业在美运营。这种做法将沉重打击外国公司在美投资经营的信心。That there could be some kind of risk to Americans. So there is certainly a number of companies. Temu is a great one that comes to mind that might be concerned not only from what the precedent could be set from this current legislation, but also certainly how other countries might react. 拜登正式签署对外援助法案，强启针对 TikTok 的禁令。TikTok CEO 周受资回应 ，TikTok 美国公司哪儿都不会去。那么 TikTok 可以抗争改命吗？周受资的最新表态回应是 TikTok 官方账号发布的一段2分钟的演讲视频，强调事实和宪法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将在法庭上为美国用户的权利而战。We aren't going anywhere， 我们哪儿都不去。周受资在视频中的这样一个表态，成了美西方不少媒体及时报道的标题引语，也是在展示重压之下的 TikTok 的决绝，把官司打到底，以法律为武器来抗争到底。必须呢要再次强调 ，TikTok 绝不仅仅只是在为自身的利益在抗争。因为拜登签字通过的外援法案，并不仅只是瞄准 TikTok 一家，法案就规定其他达到所谓监管红线、来自美方认定的敌手国家的应用，也会受到类似的限制。那么，美方所谓的敌手国家，包括中国、朝鲜、俄罗斯和伊朗这4国。所以TikTok 到底能不能走通法庭维权抗命这条路，极具风向标意义。TikTok 打官司维权抗命呢？至少有这样几个优势。首先，当然是它的庞大的用户群，高达1.7亿的美国用户是 TikTok 撬动美国民意、争取舆论同情支持的一个最大的杠杆。更不要提 TikTok 在美国的生态圈，它所创造的一连串的惊人数字了，贡献85亿美元的 GDP、20亿美元的税收、5.9万个就业岗位等等等等。那么其次，就诉讼策略而言呢 ，TikTok 坚称法案等同于封禁，将会以侵犯1.7亿美国用户的言论自由为名，将美国政府告上法院。在美国的司法语境中，只要牵涉到宪法之下的言论自由问题，那么法案审查力度呢将会很大。第三，法案规定的剥离期限延长至270天，而且呢，美国总统也有90天的裁量权。那么，即使不考虑马拉松诉讼的这个进程，法案执行一定也会跨越美国的大选年。那么，大选年后谁来当总统，当然是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特朗普之前就曾经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控，骗子拜登要为封禁 TikTok 负责，他推动关闭 TikTok 是要让他在 Facebook 的朋友变得呢更富有、更加有统治力，并且能够继续和共和党来斗。
那么这就叫干涉选举。毋庸讳言 ，TikTok 在美国诉讼抗命之路势必会格外的凶险，也一定异常的艰难，面对着一系列不可测的因素。从美媒最新揭露的内幕来看，针对 TikTok 的立法封禁构成所谓的 Thunder Run， 也就是雷霆行动。从法案公开到签字实施，前后只用了7周时间。那么这不仅是美国2党议员鼓动携手的结果，更有美国行政力量的直接的介入。《纽约时报》调查就发现，包括国安会、司法部等核心部门都深度参与。美报更是点名副司法部长丽莎·摩纳可全程参与立法勾兑。所以这也预示着以法律与国家安全为名，强抢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一定程度上就是美国立法与行政体系的系统合媒行为。那么 TikTok 是在与整个权力体系在抗争，自然让人很捏了一把汗。